大家好，我是怡涵，今天我们来做焦糖酱。经过很多次实验，我得出了这个配方。我这里面用到了黄原胶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焦糖酱的质地变得更好，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。我们现在要把黄油和赤藓糖醇放到一个奶锅里面，全程用小火煮开熬制，中间可以搅拌一下。因为我做过好几次，我后来发现这个赤藓糖醇竟然有点像白糖，它好像还会翻沙，而且我后来也查过了，赤藓糖醇融化之后，等它的温度降到43度的时候，它又会变回颗粒，这会导致我们的焦糖酱有点结晶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会用到黄原胶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没有黄原胶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其他的代糖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代糖的话，那就在赤藓糖醇融化之前就不要搅拌了。我们要把黄油熬成这种焦糖色，大概要多久取决于你的火候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只加1小勺的奶油，小心不要溅到，千万不要全部倒入，不然奶油跟黄油会分离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。混合之后，我们再加入剩下的奶油，然后用中小火继续搅拌熬制。一般的焦糖是用糖来焦化，而我们生酮版的是用黄油来焦化，虽然原理不同，但是一样好吃。如果你们想吃咸味的焦糖酱，也可以加点盐。我们继续熬制到差不多这种程度就好了，然后加入黄原胶，把它碾碎的混匀，千万不要让它结块，然后就可以关火了。大家如果想要颜色深一点，也可以继续再煮。关火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容器里了。它的用途很广泛，可以抹面包、做冰淇淋、做冰糖布丁、焦糖奶茶或者焦糖杏仁。我后面也会出一个生酮焦糖芝士蛋糕的视频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